好，我们谈一谈鲁迅。鲁迅他是我们毕中国20世纪华文创作的第一名。为什么说他是第一名？因为他写的东西非常有影响，非常有价值啊！他把我们的这个以前犯的严重的错误揭发出来，叫我们不能再犯啊！影响啊极为重大。我们现在先介绍他的战略啊，他是1881年到1932年56岁。那么他是绍兴人，这叫绍兴。各位知道这个绍兴呢，是绍兴师爷，是吧？就是当时的这个行政官，比如说县令啊、太守啊这些，不见得对行，但是他的幕僚这个师爷要懂得刑法啦，懂得法律啦，懂得这些条文啦非常重要。所以绍兴师爷很棒很有贡献。他家就是绍兴师爷。那么到了后来他的父亲进监牢了，当然有问题了，是吧？就是让他了解到，那个时代很黑暗，政府的官吏互相斗争，然后官吏欺负平民，坏人欺负好人，男人欺负女人，这样子情形，非常的惨痛然后他进这个学校鲁迅呢，他学开矿，很好毕业成绩非常优秀，被保送到日本去留学在日本留学他本来是学医的，后来有一次日本跟俄国打仗，日俄战争在哪里打？在我们中国打，叫秋这里面。你们两国打仗关我什么事？为什么要在中国打？而且在日本播出的影片还杀人，杀的就是我们中国人。中国人有什么道理要来承担这个战争的罪恶呢？这个太差了吧所以鲁迅看了很难过，就是说我学医能够救一个人身体有用吗？没有用救不了他的思想，救不了他的行为，对国家没有救，所以他弃医学文，对的然后回到国内来蔡元培配他到教育部做事，地位很高。他的女朋友徐广培是女师大的学生，这个女师大要对一个新的校长要抗拒，因为是军阀时代了，是吧？大家反对了那么好，鲁迅当然帮助这个和反新校长的这一派他发表言论。最后当时的教育总长就是张老虎，张世钊叫张老虎，一路就把鲁迅开除了鲁迅这下被迫离开北京，到上海来。各位我们常常受打击并不见得一定就是坏事。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鲁迅幸亏离开北京，到了上海，他就写文章把这个当代的缺点、人性的败坏，就是黑暗堕落把它揭发出来，变得非常的有影响，非常的有名，而且他还提拔新的作家，比方说从东北逃回来的一个是萧红，是吧？
女作家非常好，一个叫萧军啊，他大力的捧这些后进，做的有声有色啊，然后这是他的大致的情形的啊。那么他写这个《狂人日记》啊，我们陪一下，给我们介绍《狂人日记》的大概的内容。